假如你们拿一张纸，你先规划好这个构图之后，你还是可以对折一下，找到这个中线点，然后你才知道，你的第一朵花画在哪里。这个是4尺的，好，中线位置，第一朵画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一朵，这里一朵。我们先比划一下，先找一下我们第一朵花的位置，定好第一朵花的位置，我们第2朵下面就跟着后面画就行了。好，我们第一朵就画在这里吧。我们是这样子，大概规划是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哈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构图。这个是第一朵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朵，第2朵，第3朵，这个是1、2、3，这3朵，我们这样子去。好，第一朵花的位置，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调色的时候一定要垫一张纸哦，一定要垫一张纸，这张画大，千万不要把这个纸给弄脏了。好，这个是太白加3绿，我们底色调好之后，把这个底色放到一边哈，好，我们进第一朵的颜色，来看一下第一朵的颜色。第一朵底色太白加3绿，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，还有珠标哦，珠标。玫瑰红，珠标我们要少用点，不要用太多了。这一朵我们可以把它画的稍微的浅一点点，当然要比第3朵稍微深一点。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。胭脂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常用，基本上每一朵花里面都会有胭脂这个色，但是这个色你要用好，你不用好它就有点灰。怎么样用好？这个就是你用其他的颜色多一点，胭脂一定要少，要慎用。为什么人家说用胭脂要慎用呢？因为它不适合用的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这朵花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们先开始调色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的这个物象拿到这里来。我们今天先画这一朵哈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第一朵，这个是我们要画的第一朵。第一朵是这样子的，稍微有一点点，其实它颜色在这个屏幕里面稍微好像变得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，其实它有一点点比正常的要，在这个屏幕里面看起来它比较淡，它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红。我们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画的是反半，所以我们的颜色不要调的太深了。我们画这个反半的时候，我们这朵花里面
可以不用调这个曙红，直接用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笔尖上要调一点点深色的玫瑰红，我们调色是要慢慢调，让这个笔从深到浅慢慢的这个均匀的过渡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匀。颜色调匀，你画出来这个花它才会好看，没有调匀，你画出来这个花就怎么样都不好看。颜色是很重要的哈，我一直说你把颜色调好了，你这个花你就成功了一半了，这个是一句实话。好，我们先下笔，画一笔、两笔，我们画一个大的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。我们想画大，我们不要大家不熟悉的时候不要一笔画过去，我们可以多几笔去画，这样子还可以画出它这个花瓣的它这种纹路感来，是不是？你要多画几笔，这种笔触感自然形成这个花瓣的这种自然会形成花瓣的它这种纹路，有一些会深一点，有些会浅一点，这样子这个花瓣会显得很好看。好，我们画完一笔之后，第二笔的话，我们就又要调色了。这个花瓣要有大小的这种变化，还有不要每一个花瓣都画的一样大。还有这里我们来一个侧面的花瓣，侧瓣大按下去，然后提起来再按下去，再拖一下，然后拖长一点这个侧面的花瓣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花瓣还要继续延伸，还要继续包多几层。好，继续包，这个花瓣有大一点的，小一点的。好，我们这里再包一层大一点的，那有宽的，有窄的，我们就要每一层都有所不同，有变化。我们避免把每一层画得像鱼鳞一样的一层一层的往上叠，那么它就肯定就不好看了。我们叠的时候，叠这个层次的时候，就是要有变化，千万不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叠，一定要避免。好，我们这个笔肚上如果没有水分的，我们轻轻的再用这个笔肚按下去，沾一点这个底色，不要沾太多了，沾太多了水分太大了，可能大家掌控不好。这一朵哈，这个位置，你看这是4尺的纸，这个是中线，那基本上这一朵在这个中线的这个中下一点，这样子分嘛，你分一下看一下这一朵在哪里，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，不用太严格的要求这个位置，好不好？不要太严格了，大概的这个位置找到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蘸完底色之后，调色还是一样，把这个桌标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一定要少调哦，不要调太多了。好，慢慢的调，不要调太深了哈，因为我们画这个反瓣的时候，颜色是稍微浅一点点的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下这一边的，这一边我们先画这么多哈，这个方向我们先画这么多，这个是一个往这个左上朝这个右下的，那我们现在画这个右上朝这个左下的这一块，那这一块的这个反瓣，它有一些在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实物里，它有一些这个反瓣是长到这
在这个上面的，它这个我们画的形态要画的不一样，画的窄一点的，长一点的，让它跟下面这个花瓣有所区别。不要说每一层的包起来的花瓣都画成一样的姿态，一个个的都是大大的，这样子整朵花下来之后，它就不好看。所以我们要画的时候，不是说一定就把这个花画的美美的、鲜鲜艳艳的就可以了。我们要注意这个花瓣的它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画理。画理是什么？就是花瓣要有大有小，颜色要有深有浅，物象要有虚有实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画理。然后这里再来一层，多画一些层次，让这个花瓣显得特别丰富。虽然说这一朵实物看起来这朵花特别小，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可以让它显得特别丰富，特别富贵的这种感觉。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画把它画得更加富贵一些。这个我一般画的话，我的水分都是比较多。大家画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多的水分，因为水分太大了，你们可能掌控不好，就是可能所有的花瓣都晕到一起了。所以你们画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多水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半我们就稍微大一点了，不要每一个花瓣都是那么窄那么小，让它要有大有小，有这种变化。花瓣要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姿态。里面有一些小的花瓣，小的碎瓣，像这些里面会有一些小的花瓣，也可以画出一些层次来，让它感觉这个花瓣的层次非常丰富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啊，我们笔尖要补充颜色，笔尖补充了颜色，你才能画出花瓣与花瓣的这个层次感。否则都晕到一起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这一半，然后再来一半，这半大了，我们这一半就稍微窄一点、小一点，让它有所区别。然后往这里包起来，这里包起来，然后这边看一下，慢慢的再包过来，这里再画一个层次。好，这里又画一个侧面的这个侧瓣，那这个侧瓣里面还有侧瓣，我们还可以让它再这样子回来，再有一层小小的包回来，让它这样子显得层次更加丰富。我们要有大有小，所以这些反瓣要有大的，我们旁边要画一些小的，让它大小配合在一起。好，我们继续来，我们现在画了这一侧的，画了这一侧。之前我们分析这个花，就是朝4个方向把它包起来，4个方向包起来。我们现在画的是这个朝这个右上，朝这个左下的。继续来啊，继续画。笔尖补充一点深色，笔尖补充一点深色，然后我们继续来包。好，这边来包起来。哎，我们这个颜色稍微浅了一点点，这一笔稍微浅一点没关系啊，一笔稍微浅了一点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笔上的水分不要太大了，大家水分太大了，可能怕就是掌控不好这个水分的大小，所以说你们尽量不要让水分太大了。我们这里包了一个，我们可以后面再包一个小的，刚刚讲的这个大的里面有小的，再包一层这种小的，让它有大有小，有这种变化，它这个花瓣里面才会更加的丰富。我们要画的让它这个画面还有这个花瓣非常的丰富啊，这里再来一层。颜色调匀哈，刚刚这一笔颜色调的不是很匀，我们一定画小写意，就是这样子哈。调色是非常重要的，调色非常重要。好，这边可以再来一个小小的细节，
让这个整个花瓣里面特别丰富。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画这么多，等会儿里面包起来了，我们等一下再画，里面还会有很多要包起来。我们先把这些反瓣先画了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一边的这一边往上包，这个右下往这个左上来包的这一块，我们分为4块，1块、2块、2块、3块、4块来画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就沾一点底色。这个底色有的时候会沉淀，大家可以摇一下，不然的话你就沾到这个面上的这个水了，好不好？有这个底色，我们可以摇一下，然后这个笔肚轻轻的沾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沾太多。沾太多可能你如果沾的结的太多，水分太多了，你们可以在旁边的这个废纸上像这样子沾掉一点点。好了，我们调色的时候先调一点这个珠标。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要调均匀哦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调色上，画这个小血印。大家一定要有耐心，想要把这个花画漂亮，你们就一定要有耐心哦。好，然后再调一点曙红。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刚刚没有调曙红，但是我们现在要调曙红呢？因为我们要有这个这个花的颜色要有这个深浅变化，明白吗？深浅变化就体现在这个调色上。我刚刚确实没有调曙红啊，画到现在没有调曙红，但是现在调了。我们要把这一个地方，下面这个地方我们画颜色稍微画深一点，所以我们就调了这个曙红。先画一个小的这种反瓣，笔上稍微的有一点点干，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大。好，这个反瓣它比较小，那我们再画一个，那我们可以再画大一点的，1笔、2笔。我们示范这个反瓣的时候都有示范啊，它有这里稍微大一点啊，然后这个反瓣还可以从这里再来一个反瓣，小一点的、窄一点的，这样子包过来，慢慢的让它包过来。这里是一层啊，一个，那么这里这个反瓣我们可以让它包起来，再包起来，这样子显得它特别丰富。我们之前画这样子一朵花，我们把这种长的这种花瓣都是画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今天把这种长的这个侧瓣都画在下面这个位置。所以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画的同一朵花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这种画面感去改变它，而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画这个物象都完全1比1的按照这个物象一模一样的去画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去改变它，因为我们要符合这个画理。因为为什么要改变它？我们这里都画圆了，那这里肯定要有一些这种长的花瓣去撑它这个画面，让这朵花里面的这个花瓣是有变化的，有长的，有圆的，有这种姿态，它整朵这个场面才好看，画面才好看啊。然后这里再一个长的，你看这边我们都画的是这种比较长一些的这种花瓣。好，这个长的花瓣我们继续延伸。这个长的花瓣我们就画的时候不用说要有变化，这个边缘不用在意它的这个边缘的大小变化，我们就画过来，但是一定要颜色是由深到浅。所以说颜色由深到浅就是主要就是在调色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调色。我刚开始调这个珠标，调到笔的1/2，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可能就调到笔的1/3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现在画的是这个小花瓣，小的反瓣我们调太多了，这个颜色就没有深浅变化，因为画的这个比较窄一点的，所以颜色不要调太长，不要调的太上。然后再调这个这个曙红，不要搞错了，不是胭脂是曙红，笔尖要沾这个曙红哦。
笔尖蘸疏红。好的，我们开始画。那这么多窄的，我们有的这里可能画更多、更小的这种细节啊，更小的这种细节，更窄。那这么多窄的，我们也偶尔也会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稍微大一点，也不是说特别大，让它稍微有一点变化啊，让它稍微的有一点变化。然后这边也是来一些比较碎的花瓣，比较碎一点的小花瓣。好，这边慢慢的让它这样子包过来，这边的花瓣都显得是这种长的，慢慢的这样子包过来。好，我们的颜色稍微的慢慢要浅一点了。我们这一块很深，那这一块我们还要慢慢的浅过来，不要颜色跟这个是一样的。我们这个花的这个颜色要慢慢的去变化。好，这里我们来一个，然后再画这一块啊，这一块从这边包。好，我们直接来一个大的，好不好？直接先来一个大的花瓣，再说，在后面的我们再去慢慢的再去加。先来个大的定一下它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很干了，很干，我们要沾一点这个底色。底色如果沉淀的，这个底色是沉淀是很正常的，这个太白它就是会沉淀。好，把它摇一下，摇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画啊，继续画。好，这边来添一个花瓣。我们画的时候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。好，这边的花瓣也是稍微的比较碎一点，比较碎一点点。花瓣的颜色也稍微的比这边浅一点点，我们让这个颜色上慢慢的变化。好，也是一样的，一层层的这样子包过来，往里包，往里包。这个花瓣稍微的有一点点变化，让它这个层次有一些很小的这种细节。笔尖为什么我们画一笔就在调色？因为笔尖要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，两个花瓣衔接地方的这个层次感来。笔尖补充颜色，不要一下子补的太多了、太深了，慢慢的去补，让它这个层次显得特别丰富。好了，这个层次已经够多了。那我们把这些花瓣、这些反瓣都画完之后，我们要画一些把这个反瓣所有的反瓣里面补充正瓣，这样子画大家就思路更加清楚。不管是怎样，我是把这个画的这个经验、这个思路先找清楚，你在画的时候你就好学。你先把这个大的这个姿态找出来，
然后我们再去补充里面的这个生出来的，像这些现在都是反半，那我们现在要补充里面的正半，就是所有的反半里面去补充正半，像这些包在里面的就不用补了，补不了。那生出来的地方我们都先去补一下，先补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画一些展开的花瓣，这朵花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周边还要不要画一些反半，就是包起来这种反半，我们这里再画一个，这里再画一个包起来的。这里包起来一个，后面的这个花瓣这样子包起来，让它有点穿过来这种感觉。当然我刚刚笔尖不够深了，笔尖不够深，还是要笔尖要稍微深一点，有这种深的会好一点。然后它会包到这里来，这个花瓣中间包大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包起来的这些反半我们画完了，我们现在补充正半。补充正半的时候，我们颜色要稍微深一点点啊，颜色稍微深一点点。我们这个笔上有点干，我们要沾一点底色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这朵花我们这个正半要沾底色呢？之前我们画正半的时候是没有沾底色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这朵花它是颜色稍微浅一点，所以我们要沾底色。来沾底色的时候，用这个笔肚轻轻的沾一下就可以了。不要沾太多了，沾太多等下水分太多了，大家就掌控不好水分，所以要慢慢的。好，我们依次的调。现在这个正半补充正半是要调曙红的啊，要调曙红。我们在下面深的地方是要调胭脂的。我们现在补这些地方，我们先不调胭脂。补正半的时候，你从哪里开始补都没问题啊，都没有问题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一半补了，好，我们这个反笔来画一下。先补了这一半，然后我们继续继续下一半，继续下一半。那这个小小的这个反半伸出来的这地方，我们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反笔来这样子补充一个小的这个正半啊，一个个的去补哈，把这些伸出来的这些有伸出来的地方都补了。那像这些小小的里面也是一样的要补啊。我们补这种小小的里面，我们要仔细一点。像这些里面的这种缝隙里面，我们就直接填上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大笔一飞，所以这个缝隙里面我们直接用深的颜色，你看像这种小缝里面，直接用深色的去填上就好了。好像这样子的，看到侧半的两个侧半这里有一个缺口的，我们就这样子去从缺口最深的地方往外画一个，补充一个这个正半。好，这样子。笔尖一定要补充颜色，笔尖要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得出来这种。好，我们继续补，这里再补一层，这样子会显得整个画面特别丰富。慢慢的补啊，这一笔我们可以补大一点，这是把所有的反半都画完之后，再去补充这个正半。
这样子就更加清晰一点思路。有的时候也要补充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还再补这里这些小的缺口，我们直接这样子补上就好了啊。这些小的缺口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。好，笔尖要补充深色，才让这个正反半它是有区分的。笔尖补充这个深色，然后我们笔尖有的时候要补充一点这个胭脂。现在我们画这下面这一部分，本身它的颜色很深，那我们要补的时候是要补一点胭脂的。是要补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这个里面这些小缺口，我们直接这样子填上。小的缺口直接填上。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要用胭脂啊，这里如果不用胭脂，你就区分不开来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本身是比较深一点的。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个深出来的反半，我们都把它补充上这个正面的花瓣。好，这样子显得这个层次特别多，特别丰富。好，这个我们稍微补充大一点，让它这个花瓣有这个大有小的这种变化。可以直接包过来啊，直接包过来，这个花瓣可以直接包过来。好，你看，然后再补这里，继续来补，继续来补，让这个整个花的颜色有这个深浅变化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笔上稍微有一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要加一点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调色还是一样，先调一层这个珠标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。颜色我们稍微的调深一点点，因为画正半的时候颜色是稍微的深一点点的。刚刚我们画反半的时候颜色都是调的比较淡，但是画正半的时候颜色稍微深一些，这样子才能有这个正反的这种区分。稍微沾一丁点胭脂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大的花瓣了。好，这里这个缺口我们再来补充一笔。好，这个现在就是补正半，看到没有？这些都是在补正半。好，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，要补充一个正半，让这个正半稍微的伸出来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这个正半基本上都补完了。补完之后我们要画这个展开来的花瓣。我们要看哪一些地方我们要展开来一些花瓣，我们从四周展开，
中心这个中心我们待会儿再画，中心部分我们待会儿再画。我们画一些展开的花瓣，那么一层一层的往外展开的这种花瓣。我们画这个上面，先画这个上面这一部分。上面这一部分我们颜色又要浅一点点，因为我们整朵花这个颜色要有这个深浅变化，一定要有这个深浅变化。花瓣要有这个姿态的变化，颜色要有深浅的变化。那我们可以蘸一点底色，先蘸一点底色，然后调色。稍微的调浅一点点，然后笔尖要有最深的，但是笔尖要有深色的，笔尖一定要有深色。这个颜色是均匀的，由深到浅的一个过渡，好，我们上面这一笔我们不用点点曙红啊，调一点点曙红。好，画一个大的。当然这个大花瓣我们画的时候要这个笔要有变化，要有变动。我们可以按下去又提起来，有这些提按的这种动作，把这个花瓣画的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。像这样子的这个花瓣它会显得更加有姿态一点，不要一笔圆乎乎的过来。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画一些小的花瓣，加一些小的碎花瓣。好，这是一层花瓣，我们后面可以再来加一层，这里可以加一笔。好，我们基本上这个大花瓣我们画一笔，这个底色就没有了。当然我们这个底色我们不要沾的太多，太多的话，大家如果说你如果沾多了，你可以在旁边这样子画掉一点，因为特别是我们的新学的家人们，可能你刚开始掌握不好这个水分，你们就尽量不要让水分太大了。我们最后这一笔我们蘸一点朱砂，让它的颜色稍微的有一点点变化，在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我们让这个花瓣先伸出来一点点先，不然这里会显得太平了一点。好，这里来一层，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匀，一笔没有调匀，这画出来花瓣就不一样。你可以刚开始掌握不准的，你可以这样子一笔一笔的这样子去点它，你不要一笔把它画完，你可能掌握不好，就是很难掌握它的这个形态和姿态，把它掌握的那么完美。所以这样子去一笔一笔的过来，不要一下子就过来了。好，我们这里这一个花瓣，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，我们就去补充花瓣。然后这朵花是在这个地方，会有几个大的花瓣，特别大的花瓣。但是这上面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待会儿要重新调一个底色，让它的颜色会有一些变化，有一些区别。那我们在这边画一个大的花瓣，你看一下这朵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朵花。我们是对照这个朵花去画的我们这一朵花，虽然说我们不能说完全一样的，这个就是我们参照的一个物象。这个花瓣就是我们平时画的那个大花瓣，有2个花瓣，它是由两笔这样子组成的一个大花瓣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大的花瓣，颜色比较浅一点的。那我们颜色比较浅，我们调一点这个朱标，
还有这个玫瑰红没有了，我们再挤一点玫瑰红出来，再挤一点玫瑰红出来。我们画这个浅色的，一定要颜色要调少，不要调太多了。但是这个笔肚颜色要慢慢的晕上来。虽然说我们调颜色调的很淡，但是颜色不能只调在笔尖上，我们要晕，慢慢的晕上来。多花点时间去调色，慢慢的调，慢慢的调，把这个颜色晕到上面来。你不能说上面全部是白的，等下画一个花瓣，其他都是白的，这里很红也不行，一定要慢慢的调上来，调到笔肚上面，基本上要调到我们画这个大花瓣要调到2/3的地方来。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的。好了，调了之后，我们画这个大花瓣。从这里起笔，这个大花瓣的这种姿态，不是说特别好去掌控的很美。当然，我们每一笔下去了，是怎样就是怎样。好，这里一笔，再来一笔，这一笔会大一些，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，一笔大，一笔小。带一点勾。好，这一笔我感觉它还不是说特别大，还不是说特别大、特别夸张，当然已经差不多了，已经可以了。基本上画这个大花瓣，一笔画完，这个花上，这个笔上就已经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又要蘸这个底色了。蘸多了，你们在旁边的废纸上把它吸掉一点点，不要让这个笔上太多的这个水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画下面的这个大花瓣了。下面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底色里面要加一点料啊，我们底色里面加一点胭脂进来。好，我们垫一张纸来加一点胭脂进来。这个是很重要的环节哦，这个是我们调色中的秘诀。太白里面加了胭脂，还有加了3绿。好，加一点3绿哦，不是要光加胭脂，这个3绿加少了一点，我们再加一点，把这个颜色调成这种有一点灰灰的这种感觉，把这个颜色调成有点灰灰的感觉。
好，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啊，调成这种灰灰的。然后画的时候，我们一样的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一样的调色，一样的调色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先调这个珠标，先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上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。我们现在画这个大花瓣，这个颜色要调到笔肚的2/3，所以这个颜色慢慢要晕开，要晕上一点点。你不晕到这个笔肚的2/3的地方，你到时候画的那个叶子，画的那个花瓣，它就是一半深一半浅的，不是均匀的过渡。所以慢慢的调上来。调色一定要肯花时间，不要怕浪费时间。我们想要画这朵花画好就不要怕浪费时间，要有耐心，一定要有耐心的去调色。好，我们再调一点点曙红。我们现在来一个大的花瓣，看一下这个花瓣，你可以用手指比划一下，大概画多大。我们这样子去滚它，滚。画这个大花瓣，我之前有没有教过大家滚？滚的方法，你可以滚，也可以点，滚一下你也可以点一下。有的时候你掌控不好这一个花瓣的大小，你可以一笔一笔的往上推，一笔一笔的往上点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颜色。再加一点颜色，笔尖再加一点深色，来再画一个，从这里再补充一个来。可以一笔一笔的这样子去点它。那这个两个花瓣交接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稍微的用深色一点点。让它有一个这个暗的地方，有一个这个暗面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这个缺口这里，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点，褶皱的这种感觉啊，回一下笔。笔尖沾一点深色，我们在这里可以再补充一点点花瓣。要有点红色，曙红，沾一点曙红，笔尖沾一点曙红，我们在这里再补充一些花瓣来。好，这个底色是不是深了？整体的这颜色它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了？颜色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好，这边来一个这个花瓣，我们可以延伸出来。哎，这个我觉得颜色还太浅了一点，再调深一点点，再调深一点点。这个花瓣可以延伸过来，然后这个花瓣我们可以让它长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后面在这一块空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。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一个花瓣吧。这里再来一层，这里再来一层，让这个层次再多一个层次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哎，笔上稍微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先把这一个花瓣给画了再说啊，再看。
咱们也把它画完这个花瓣，这个边缘上已经有点干了。好，有点干，我们要沾一点底色。看一下这个花瓣，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，看一下在这里再加一个花瓣。好，还是一样的，蘸完底色之后，还是要补充一下颜色，补充一下颜色。我们底下的这个花瓣的颜色，主要就是这个笔肚上的颜色不一样，然后所以我们画出来它整体的颜色是不一样。其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调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看见？其他的颜色都是调，都是一样的。颜色一定要调匀。你看我们画这个花，很多时间是用在这个调色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来一个花瓣啊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笔尖上再来一点，让这个花瓣有一个两个瓣去组合它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朵花哪里需要加花瓣的，哪里需要有加花瓣的，我们再加一下。这个缺口这里这个缺口和这个缺口，回一下笔啊，有的时候回一下笔，像这些地方都可以回一下笔。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，哪里需要补充花瓣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瓣再加稍微的长一点点。把它包过来。然后再看一下，我总感觉这上面这个花瓣要再大一点会好看一点，但是要慎重哦，一定要慎重，不要随便加。这里加一个。这里加吧。这个纸有一点弯了，有点。因为实际上这朵花我们这个实物这里是没有的。这里再加一个小小的吧。再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。
好了吧，好了吧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中间的画完，中间的补上。好，有的地方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画中心的部分，把中心的部分画上。中心的部分一样的哈，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不要每一个花瓣都是一样，要有一些碎瓣，要画的感觉碎一点，不要画的太规矩。虽然说我们中间有可能直接把它填满就行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要画出它的一个层次感来。画出它的一个变化，这个完全就是包起来的一个包菜。我们到最中心的地方，我们画一点胭脂，用一点胭脂，让它有一些地方更最深，提一些最深的地方。最深的地方你就加这个曙红和胭脂来画，不要全部是胭脂，全部是胭脂它会太灰了，会花暗，有一点暗，它这个颜色就不好看。好，我们这里有一块很深的，那我们在这边也提一块很深的，让这个深的不要只在一个地方有，我们要尽量要有2个地方有这个最深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让这一块也最深。好，这朵花，好，这朵花就这样子。今天结束啊，看一下这一朵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画的，就是这一朵啊。再看一下像不像？我们今天就是对照这个物象来写生，我们是对照着这个物象来写生的。我们可以最后进行一下调整啊，看一下哪里没有画好的地方，再进行一下调整，再调整一下。调整就直接用这个玫瑰红加这个胭脂去调整，把这些有一些地方我们慢慢的可以进行调整一下，稍微没有画到位的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一下。基本上这朵花没有太多地方要调整啊，还是一笔挺到位的，每一笔都挺到位的，没有太多要调整的，是吧？我也没有看到哪里需要有调整的感觉，还好，没有太多要调整的，我们就这样吧，这一朵花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朵，第二朵我们画这一朵啊，第二朵画这一朵，哎，这朵也是包起来的。我们今天画2朵包起来了，然后后面有一朵是，后面另外一朵它会是不一样的，后面一朵最好看，我们画第3朵是最好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的第3朵是这一朵，第3朵是最好看的一朵。好，我们第2朵，我们先调一下第2朵的这个颜色。第2朵这个颜色是藤黄加大红。藤黄加大红，然后是曙红
藤黄加大红，然后曙红，然后胭脂。我们又另外拿了一个盘子，就是怕大家看几个颜色看混了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个颜色，所以另外用一个干净的盘子。好，这个盘子有点水，我们把它吸一下，不要让太多水了。好，这个笔我刚刚洗了一下哈，稍微的洗了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要调一下，把这个大红和这个藤黄把它调和在一起，搅和搅和，把它搅和在一起。好了，随便搅一下就行了。好，这朵花就挨着这一朵花画在这里，画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画这一朵了。这一朵是大红色，我们调色的时候要调饱满一些，把这个大红色可以调到笔的2/3的地方，大红色把它调到笔的2/3的地方，颜色调饱满。我们先来画这一朵大红色的，先画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，也是一样的，让它包过来。这个一样的是包起来啊。好，我们这一朵也是一样的包起来啊。有一些这个侧面的，这一朵它是一个次花，它不是主花。但是我们也要把它画仔细了。这个一样的也是要包起来的哈，这朵花，这个是一个花苞式的包起来，没有水分的，如果笔上干了没有水了，我们就加这个水，直接加这个水。好，这里还是画一些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，因为这个笔尖一定要有深色的。这包起来啊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要包起来。好，我们这个层次一层层的，每一层要有大小，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个上面慢慢的包起来哈，这也是一层层的包起来。这个是那种花苞式的，就是还没有开放的那种含苞
带放的那种花。含苞待放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是一个含苞待放的一个花，慢慢的一层层的包。没有水分的我们就加一点水分，这个跟这个包菜又有一些区别，直接加水就可以了，不用加底色。把这个大红调饱满一些，现在我们调饱满一些，我们画这个下面的花瓣颜色会更深一些，把这个大红先调饱满。好，我们大红调多一点，然后调这个曙红。我们画这个下面的这个大花瓣要颜色更加深一点点，曙红也要多调一点。曙红多调一点之后，调这个胭脂，这个胭脂它才不会发黑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画一个翻过来的这个大红花瓣，这样子翻过来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再画一个，这样子包起来的。然后里面可以多画一些层次，一定要越来越深。最深的地方如果觉得不够深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黑色啊。如果觉得还不够深，可以在笔尖上沾一点点黑色。当然这个黑色要用得好，用不好你可能就会灰。加一点点黑色是没有问题的。让这个黑的地方更加黑一点。好，我们这里再补成一个大的花瓣。大的花瓣我们就让它大的夸张一点。越到后面这个花瓣越深。这里有一些缝隙，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，补充一层，让它有感觉多了一个层次。好，我们这边再补充一些花瓣，把这一层缩小。好，这里加一个小一点的层次，让这个层次的花瓣不要每一层都是一样大。就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笔上如果干了没有水分的，我们就加一点水分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好，我们下面再画几个大的花瓣，这个花就完成。下面再画几个大的花瓣。
我们这里画一个包起来的花瓣吧。包起来的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来一个反瓣。好，我们来2个反瓣，然后在这个反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瓣。画这个正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好，我们画最下面的这个花瓣，多蘸一点胭脂，然后笔尖蘸一点墨，笔尖蘸一点墨，这里画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大的花瓣。然后我们这里再补充一个大的花瓣，同样的蘸深一点颜色，让这个颜色最深，在这朵花里面是最深的。我们蘸一点墨啊，蘸一点墨。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这后边再加一些花瓣，这一朵就差不多了。后面加一些最深的、最黑的。
看看这里再来一个小小的吧。来过来，好，我们把这个花瓣扎长一点，把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，不然整朵花会显得有点圆。不要让这个花太圆了。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的，我们调整一下。来，大家先看一下这两朵花吧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两朵花，欣赏一下这两朵花。第一朵花的颜色，我跟你讲一下第一朵花的颜色。我来看一下我们的配色。今天这一幅我们本身要画一个4尺的。画一个4尺的大概是这样的构图。我们现在画了这个第一朵和第二朵。第一朵配色底色是太白加3绿，然后后面是朱标、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，这个是第一朵的配色。然后第二朵是藤黄加大红调一个色，然后沾曙红沾胭脂。我们还要画一朵是这一种的，这一朵在这一幅作品的右边来画这一朵。主要有2个，这幅作品这一幅画面会有2个看点，这里是一个亮点，然后这里这一朵也是一个亮点，然后这些其他地方就画一些花苞什么的。